林渊，你就算把家里的2亩良田卖了，也凑不够镇上那套房的首付。这婚我不结了。曼曼，跟这傻子废话什么？我那辆崭新的桑塔纳还打着火呢，真皮座椅，别给冻凉了。人家林大才子正忙着拿家里的好地去跟村委换村委那个烂泥坑呢。这林家小子算是彻底疯了，媳妇儿跑了，脑子也坏了。拿上好的水浇地，换个连芦苇都不长的干湖底，他这是准备下半辈子去喝西北风啊！园子，你不能盖这个章啊！那2亩地是咱老林家的命根子呀！你换个烂泥滩，你是要逼死我和你爹呀！林渊，人得认命，你这种泥腿子就活该在烂泥滩里刨一辈子屎。金龙，咱们走。哎呦，作孽呀！娘，你信我一次。渊子，字签了就不能反悔了。那片野湖干了10几年，地底下全是硬石头和烂泥，你以后拿什么养活你爹娘？凭这双手，当天夜里，我拿着手电筒和铁锹，独自来到了那片无人问津的干涸野湖，用撬棍撬开淤泥底部的巨大青石板，一股浓郁到极点的奇异醇香瞬间冲破了10几年的封锁，直冲我的天灵盖。手电筒的光束打下去，下方是一个用青砖砌成的巨大地下酒窖，里面整整齐齐地码放着几10个黑釉大酒坛，封口处的红泥虽然有些褪色，但完好无损。在最中央的石台上放着一个紫檀木的匣子，里面装着一本泛黄的线装书，封面上赫然写着4个大字：林氏古法。那是林家祖上在战乱年代被迫掩埋的酿造绝学和整整一窖的100年原浆。我小心翼翼地拍开其中一个小酒坛的泥封，酒液不似清水，而是呈现出一种粘稠的琥珀色。浓郁的酒香瞬间盈满整个地窖，光是闻着就让人觉得浑身毛孔都舒张开了，只是用手指蘸了一点放入嘴里，便是满口生津，余香绕梁。这是真正的液体黄金啊！李曼曼，赵金龙，你们觉得我会在烂泥坑里烂一辈子，可你们根本不知道，我脚下踩着的是一个足以颠覆整个行业的商业帝国。哎，小伙子，干嘛的？我们这儿还没到饭点，不招零工，也不收泔水。我不找活，我来卖酒，找你们白老掌柜。卖酒？小伙子，我们太和楼用的都是国宴级别的酒，你这军大衣里裹着的，怕不是自家后院酿的地瓜烧吧？赶紧走，别在这儿挡我们做生意。是不是地瓜烧，你说了不算。白掌柜懂酒，错过了这坛酒，太和楼的招牌就算少了一半的光彩。你口气倒不小，保安，把他给我。经理，吵什么呢？白老，这有个乡下小伙子，非说要卖酒给咱们，还大言不惭。年轻人，太和楼的门槛可高，一般的酒，我连闻的兴趣都没有。白老，酒好不好，您闻闻就知道。这香气，焦香、花果香与陈年酵香为一体，内敛而不散。拿酒蹄子，快拿酒蹄子来！悬浆拉丝，酒花如珠，这是至少存放了60年以上的极品原浆。小兄弟，这酒你哪儿来的？这种级别的纯粮原浆，市面上早就绝迹了。祖传的窖藏，林氏古法酿造。林氏，小兄弟，明人不说暗话，这酒你有多少？不多，但够太和楼压一压场子。白老，开个价吧。这坛酒大约10斤，我出3万，现金一滴不剩，我全要了。可以，不过我有个条件。你说。这酒太和楼不能勾兑，必须作为镇店之宝原浆出售，因为以后我会创立林氏酿造的牌子。今天这坛酒就当是我在市里打的第一波广告。你们听说了吗？老林家昨晚愁得连灯都没点，那老两口估计是在被窝里哭呢。能不哭吗？2亩水浇地换个烂泥滩，听说今早林园那小子抱着个破罐子进城了，
估计是走投无路，去城里要饭了吧？哎呦，曼曼回来了，这车真气派呀！曼曼真是好福气，找了赵老板这么个有本事的男人，以后就去镇上享清福喽。一点小钱罢了，曼曼跟着我，我肯定不能让他吃苦。不像某些人，马上就要去烂泥滩里刨土吃了。金龙，别提他了，晦气。我的亲娘哎，那是新出的东方红重型机吧？这一台不得1-2万，后面那是啥玩意儿？那么大的铁罐子！这拖拉机是你买的？赵金龙，你的车底盘太低，前面那个水坑过不去，麻烦让让，别挡着我的工程车进村。你少在这装大尾巴狼！你哪来的钱买这么贵的设备？肯定是你爹妈把棺材本都拿出来了。林渊，你就是死要面子活受罪，打肿脸充胖子有意思吗？你就算买得起机器，那片烂泥滩也长不出金子来。能不能长出金子，不需要向你们交代。大伙儿听着，我要在村尾野湖建厂，现在招临时小工，负责搬砖和泥，1天20块现金，当天结账，绝不拖欠。谁愿意干，现在就跟我走。园子，我干，我力气大，我也去，我带我家那口子一起去，让他帮忙做饭。园子这手艺绝了啊！这酒香比镇上供销社卖的10几块钱一瓶的还要好闻。停业整顿，凭什么？老子在那条河里抽了3年的沙子，怎么今天说违规就违规了？上面严打破坏生态环境，你的沙场手续本来就不全，现在查得严，赶紧关停，别给自己找不自在。这村里什么味儿啊？熏死人了！那是林渊那个泥腿子在酿酒。妈的，一个连房子都买不起的穷鬼，凭什么突然抖起来了？酿酒是吧？行，这年头撑死胆大的，饿死胆小的，老子不抽沙子了，老子也开酒厂。你懂酿酒吗？懂个屁！现在的酒谁还真拿粮食去酿啊？那得等到猴年马月，成本还高。去市里买几吨食用酒精，兑上自来水，再加点香精、糖精一搅和，灌进漂亮的玻璃瓶里，成本连5毛钱都不到。老子包装一做，一瓶卖他个10块8块的，不比林渊那个傻子辛辛苦苦发酵强100倍。林老板，不是你这酒不好，是我们不敢收啊。嫌利润不够？不是利润的事儿。镇上的赵金龙发话了，他现在搞了个金龙佳酿，给我们的拿货价只要2块钱一瓶。他还放了狠话，谁要是敢收你们东部村的酒，他以后就断谁的货，还要找人去谁的店里天天喝茶。林老板，我们都是做小本生意的，惹不起那个地头蛇呀。哎呦，这不是林大老板吗？怎么，你那用土疙瘩酿出来的破酒一瓶都没卖出去啊？林渊，我早跟你说过，人得认命。你就算买了机器，建了厂，不懂做生意，照样是死路一条。林渊，看在咱们一个村的份上，我给你指条明路。你那破酒，我按5毛钱一斤全收了，拿回去兑到我的金龙家窖里当个引子。只要你肯低头叫我一声赵哥，以后我赏你口饭吃，咋样？
赵金龙，用工业酒精和甜蜜质勾兑出来的毒水，喝多了是会死人的。你赚这种断子绝孙的钱，小心半夜鬼敲门。你说谁呢，林渊？你也不要给我得意的太久。好酒不会被烂泥永远埋着。好一句，好酒不会被烂泥埋着。林老板好定力。苏支书，县里的情况我打听了，那个赵金龙在搞不正当竞争，涉嫌用劣质抠兑酒扰乱市场。我已经向上级工商部门反映了，但取证需要时间。不过林渊，你的酒品质极高，这种品质的纯粮酿造，放在县城这个低端市场去拼价格，本身就是暴殄天物。苏支书有何高见？下个星期，省里要举办第1届全省优质农产品及轻工业交流博览会，这是官方搭台的重头戏，全省乃至全国的餐饮巨头、渠道商都会去寻宝。我用咱们东谷村村委的名义替你申请了一个展位，越过县城，直接去省城。只要你的酒能在省里大放异彩，一个小小的赵小龙连给你提鞋都不配。多谢苏支书，这笔人情林氏酿造记下了。别急着谢我，等你拿下大订单，多给村里解决几个就业岗位，就是对我最好的感谢。各位老板，咱们这金龙佳酿采用的是现代化流水线，产量大，成本低，给你们的利润空间绝对是全省最高的。位置太偏了，客流量都被前面的大展台截胡了。酒香不怕巷子深，等就是。哟，这不是咱们东谷村的林大老板吗？怎么躲在这么个狗不脸的角落了？嘿，看看你这破瓶子，连个烫金的商标都没有，这是从哪个古代坟园子里挖出来的陪葬品吧？林渊，这里是省城的高端博览会，不是你们村的赶集。你这土包子也敢来这里丢人现眼，还不赶紧收摊滚回村里去，别把咱们县的脸都丢光了。赵金龙，包装再好看，里面装的如果是毒水，早晚会反噬。我的酒只卖给懂的人。懂的人，哈哈哈哈！老子今天都要看看，哪个瞎了眼的会买你这破玩意儿？是省城最大的餐饮连锁巨头鼎石集团的董事长雷霆。雷老爷子，他名下的高端酒楼遍布全省，要是能搭上这条线，咱们就彻底发财了。雷老，你好，你好，久仰大名，我是金龙酒业的董事长赵金龙。我们这款酒是今年主打的新品，现代化工艺，口感极佳，您能不能赏光品鉴一下？现代化工艺是用工业酒精加甜蜜素和劣质香精勾兑出来的工艺吧？雷某人做了一辈子餐饮，最恨的就是你们这种用化学药剂糊弄老百姓肚子的奸商。拿走你的毒水，别脏了我的眼！岂有此理！哼！焦香纯正，空杯留香，没有半点刺鼻的酒精味儿。这是极品的纯粮原浆。雷老，既然懂酒，何不来尝一口真正的古法纯粮？小伙子，这酒你酿的？东谷村林氏古法酿造。喝死这老东西，绝对难喝！好酒，真是绝世好酒，绵柔而不散，醇厚而不烈，喝下去肚子里像有个小暖炉，这是真正的老祖宗传下来的手艺啊！我雷先生走遍大江南北，已经有20年没喝过这么干净、这么纯正的高粱酒了。小伙子，你这酒产量有多少？目前厂子刚建，第一批只出了1万斤原浆，太少了。不过也对，这种古法酿造，慢工出细活。已合同，这小伙子厂里目前所有的酒，按照极品原浆的市场最高价，我们鼎石集团全包了。不仅如此，我要和他签下未来5年的独家高端供应协议，预付300万定金。啊！渊子，这是……各位乡亲，省城的鼎石集团看中了咱们东谷村酿的酒，签了5年的独家供应合同。是啊，这5辆车里的设备
是用来扩建2期厂房的。乡亲们，为了带领大家共同致富，咱们林氏酿造厂成立合作社，厂里的用工需求扩大3倍，只要踏实肯干，全能来上班，工资再涨5块。乡亲们自家种的达标红高粱，一律按高出市场价2成的价格敞开采购，大家有钱一起赚。林老板仗义，以后我们家的7亩地全种红高粱，专门供给你。金龙，咱们以后怎么办？纱厂封了，酒也卖不出去，连车都没了。我到底造了什么孽，竟然把一个财神爷当成了烂泥？哭什么丧？老子还没死呢！林渊想顺顺当当赚大钱，做他的春秋大梦。我就是倾家荡产，也绝不让他好过。林老板，出事了！咱们仓库里的红高粱只够维持3天的生产了。可是今天去周边几个乡镇收粮的车全都空着回来了。怎么回事？咱们给的收购价不是一直比市场价高吗？是赵海龙，那个王八蛋疯了，他弄来一大笔钱在路口设卡，只要是咱们看中的优质红高粱，他直接加5毛钱全部截胡。他还跟种粮大户签了霸王合同，宁愿倒贴违约金，也不准他们把粮食卖给咱们林氏酿造。这赵金龙是想鱼死网破呀！老板，这可怎么办？赵金龙手里囤了几10万斤高粱在废弃纱厂，咱们要是停工1天，损失就是上万块呀！林渊，情况我调查清楚了，赵金龙把镇上的房子抵押了，还借了高利贷，他的目的就是卡紧供应链，逼你破产。这行为恶劣，但他确实是花钱买粮，商业上很难直接干预。苏支书，兵法有云：欲使其灭亡，必先使其疯狂。想用几10万斤破粮卡我的脖子，你这点可怜的本钱，连给我当垫脚皮都不配。他赵金龙既然喜欢囤粮，那就让他囤个够。他以为掐断几个乡镇就能卡死我，他的格局也就这么大了。你打算怎么做？跳出这个棋盘。苏支书，帮我联系省农业厅，咱们不跟赵章豪在泥潭里打滚，咱们去省外的国家级农业示范区，直接产地直采。林渊啊，林渊，你不是牛吗？你不是拿了省城的300万订单吗？没有高粱，我看你拿什么酿酒？用西北风酿吗？金龙，咱们囤了那么多高粱，借的高利贷每天利息都好几千，现在林渊快停产了，咱们这些高粱该怎么脱手啊？那些酒厂都不愿意高价收啊！你懂个屁，妇道人家！等林渊违约破产了，他的设备配方就全是我的。到时候我把高粱平价卖出去，不仅能出这口恶气，还能彻底吞并他的厂子。林渊啊，林渊，没粮我看你怎么酿酒？到时候你还不得像条狗一样跪在地上求我？这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在苏青竹的牵线搭项下，我带着100万的定金，直接奔赴了东北最大的国家级红高粱种植基地。凭借着庞大的采购量和现款结算的爽快，不仅拿到了比周边乡镇更低廉的出厂价，还直接包下了一支专业的长途货运车队。林氏酿造的机器即将以更加恐怖的速度运转起来，而赵金龙迎来的将是彻底的深渊。赵老板，借期已经到了，连本带利30万，拿钱吧。陆哥，宽限几天，再宽限几天，我一定想办法把粮食卖了。没钱，钱就拿房子和厂子抵，我办，之前的东西全带走。李大爷，这是您家这个季度的红高粱溢价款，外加分红，一共4200块，您拿好。园子啊，大爷种了一辈子地，从没想过这土壳子里能刨出这么多现大洋，你真是咱们村的福星啊！大爷，这都是大家伙起早贪黑，凭汗水挣来的。听听那边的动静，几千块的往下发呀！那些钱本来都该是老子的。
如果当初没悔婚，现在站在台上受人敬媚的厂长夫人，就是我。金龙，咱们不能就这么等死。我知道林渊是怎么发家的。你想干什么？他就是在烂泥饵里挖出了一本祖传酿酒破书，只要咱们把那配方偷出来，卖给一直打压他的钱老板，不仅能还清高利贷，还能借刀杀人，把他彻底踩死。好，这小子不给咱们活路，咱们就挖了他的根。腊月将至，县里要举办1年1度最大的迎春农副产品大庙会。我和苏清如带着厂里的大部分男丁，开着拖拉机去县城里布置大庙会的展台。当天夜里，赵金龙溜到了林氏酿造厂的后院，避开门卫大爷的视线，悄悄摸到了办公室窗前。他用一把生锈的螺丝刀，熟练地撬开了老式木窗的插臼，翻进屋内，开始翻箱倒柜。发财了，老子终于要翻身了。这就是那个姓林的小子最近在县里搞得风生水起的古法秘方，绝对真。钱老板，您手里有大厂房，有现成的工人，只要照着这秘方，您自己就能酿出林氏高粱酒。咱们成本比他低，渠道比他广，马上就到了大庙会，那海量的订单绝对全是您的囊中之物。你小子倒是个懂借刀杀人的。说吧，你要多少钱？我也不多要，5万块买断。这5万足够买断林渊那小子的命脉了。好，我给你5万，我立刻让人连夜照着方子赶制新酒，贴上正宗林氏古法，去大庙百汇抢生意。我要让那个林渊在全县老百姓面前身败名裂。林渊心不黑，根本站不住脚。这次大庙会就是你的死期。独家收购正宗林氏古法配方，大庙会特惠，10块钱1瓶。钱老板，您这招真高，直接借他的名气卖咱们的酒，今天少说能卖上万瓶。哼，一个乡下泥腿子也配跟我斗？让一让，麻烦乡亲们让一让。嘿呦，这不是林大厂长吗？怎么你也来卖酒？可惜秘方卖给钱老板了，你那缸里的酒怕是不正宗了吧？什么？配方卖了？那咱们买的这个才是真货啊！钱老板，你确定你酿出来的酒叫林氏古法？白纸黑字都在我手里，乡亲们看清楚，这就是林家祖传秘方。林渊早把它卖了，现在我们前记才是最正宗的。大家别信他，他连秘方都保不住，缸里装的指不定是自来水兑的假酒呢。林渊，你还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呀！大爷，这酒的味道好喝吗？这刚入口确实有点凉香，可怎么咽下去后嗓子眼发酸，还有一股说不上来的土腥味啊！还真是，闻着香，喝着发苦，喝下去烧心啊！退钱，这酒有问题，别胡说八道。这可是严格按照秘方上的工序、温度1分不差酿出来的，怎么可能有问题？因为你偷走的只是一张废纸。你胡说，这怎么可能是废纸？上面的字迹清清楚楚。骗子，这才是真酒！退钱，不然我们去工商局告你们！你这个王八蛋，你敢拿假配方骗我5万块钱！我亲眼从他办公室拿出来的。配方确实是真的。没错，书上的工序一步不差，但是你们这些只懂得赚快钱的商人，永远不懂得什么是道。林氏古法的核心不是那几行字，是我们东谷村地下30米的盐泉水和沉淀100年的老胶泥，离开那方水土。你们用漂白粉水和水泥池酿出来的，只能是发酸的泔水。你算计我！钱老板，这不关我的事啊，我也不知道这酒还要认水土啊。我和你算计的狗，这不是你们出来不管吗？不仅如此，赵大师嫌入世盗茄山业机密，前记酒业是嫌生产销售劣质产品虚假宣传。我们来之前已经向县公安局和公窃局报案了。谁是赵金龙和钱有福？带走，回去接受调查。
5万块，我把自己推进了万劫不复的深渊。这就是那个嫌贫爱富的林曼吗？就是他，听说他之前还把林渊给踹了。林渊哥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求求我原谅我，我以后跟你在厂里洗酒瓶子，我什么都愿意干。你不是想要跟我退婚吗？现在知道错了，晚了。林氏酿造厂不收心术不正的人。人子，出事了！你赶紧闻闻这是啥？刺鼻的工业酒精夹杂劣质香精，这是要喝死人的剧毒，从隔壁青山县流过来的。昨天老李家办喜事图便宜，买了几十桶，贩子打的旗号就是咱们东谷林氏。喝了酒的亲戚倒了一大半，全在卫生所打点滴呢，说是甲醇坨超标，头疼欲裂。老刘叔，别急，只要是假的就真不了。源头查到了吗？查到了，青山县的土霸王王富贵，他家包了3个大酒坊和俩土窑，他用劣质酒精兑水贴咱们标边，低价卖给乡镇红白事实。不仅如此，咱们用来装原浆的高级粗瓷酉瓶断供了。窑厂厂长说，王富贵把周围3个县的泥坯原料全买断了，不按他的规矩来，以后谁也别想烧出一个瓷瓶。看来咱们得去一趟青山县，会会这位王老板了。老板，那假酒卖疯了，一桶成本不到2块，咱们卖10块，那些乡下土宝子抢着要呢。哼，他林渊算个什么东西？我断了他的酒瓶子，看他拿什么装酒。等他熬不住了，自然得乖乖来求老子。哟，这不是林大厂长吗？怎么没有酒瓶子装酒，急得都找上门来了？明人不说暗话，停了你的假酒作坊，放开泥坯原料渠道，咱们井水不犯河水。你算老几敢命令我？在这10里8乡，我王富贵就是规矩。想让我停手，把你那林氏古法的配方，还有东谷村的老胶泥，给我拉10车过来贴我王记的牌，不然你一瓶都卖不出去。王老板，你制假售假垄断原料已经触法，如果你执迷不悟，我们会立刻向市里举报。一个下乡丫头敢拿官腔吓唬我，去告啊！老子在这儿混了20年，靠的是这帮兄弟，看哪个部门敢下来封我的窑。靠压榨乡亲们的血汗赚钱，酿毒酒害人，你这种绝食的买卖长久不了。老子爱给多少关你屁事儿！来人，把这2个不知天高地厚的给我轰出去！既然青山县烧不出我们要的瓶子，那我们就不在这里烧了。喂，爷爷，是我青竹，我在青山县遇到点麻烦，林渊的酒极好，但是包装和非遗申请这边被人卡住了。怎么，小丫头片子还给家里打电话哭鼻子呀？就算你爹是市里领导，这穷乡僻壤他也管不着。王老板，希望半个小时后你还能笑得出来。你们还敢来？王富贵，你闹够了没有？爷爷，王富贵，这老头是谁啊？你们跑我这窑厂来干什么？你就是林渊小友吧？青竹说你酿出了失传的古法高粱原浆，还守着一口100年老窖池。正是晚辈。苏老，您老人家怎么亲自大老远跑这乡下来了？省轻工业局的陈局长，他在这老头面前怎么像个损字一样？我听说这里有人打着古法幌子，用劣质酒精制假售假，还垄断原料欺行霸市。我们的质检车就在外面，刚才抽检了你的散装酒，甲醇严重超标。王富贵，你这是在犯罪！这丫头到底是谁？瞎了你的狗眼！这位是国家农业科学院终生名院士，国家级非遗保护委员会主席苏定天老先生，苏自主是苏老的亲孙女儿。小伙子，带我去看看那口老窑。如果是真的，我亲自做主，将东谷林氏古法列入省级重点非遗保护名录，包装政策国家出门解决，绝不让真正的手艺人受这种流氓欺负。苏老，您这边请。大家都是靠手艺吃饭的，愿意跟我去东谷村的，林氏出资建全新现代化环保窑厂，工资比这儿高2成，年底一样有分红。林老板仁义，我们愿意跟着林老板干。没有血腥的冲突，
没有极端的羞辱。我用最堂堂正正的手段，不仅粉碎了假酒的危机，还顺水推舟，直接收编了整个县最好的窑工团队，彻底打通了林氏酿造的包装生产线。当苏老亲口品尝了那坛刚出窖的林氏原浆，并在东谷村的古酒窖前激动的老泪纵流，当场题下天下第一纯酿的牌匾时，我知道东谷村的酒已经不需要任何资本的认可了，它已经成为了不可撼动的国之瑰宝。园子，这下咱们厂可名扬天下了，我看以后谁还敢打歪主意？这只是开始，我要搞东谷农业产业园，酒糟搞养殖，有机肥种果树，我要让这方圆几十里的荒地全变成金山银山。哟，这牌匾够气派的啊！二侄子发了大财，就不认你大伯这份亲了。来祝贺，请你喝酒；来要股份，出门左转。这酒厂是我一锄头刨出来的，跟你们家一分钱关系都没有。小畜生，酒窖在林家祖宅挖的就是公产，信不信我去法院告你私吞？承包合同在大队部，股权在工商局备案，苏老的认定报告写得清清楚楚。你想告，尽管去。你别给脸不要脸！县里万福食品厂的钱老板是我哥们儿，你不把配方交出来合作，我保准让你3个月内倒闭。身体。万福是县里最大食品厂，背景复杂，不好对付。走着瞧，送客。林大山离开后的第3天，县城里的风向变了。万福食品厂突然宣布进军白酒行业，推出了一款名为万福春的高粱酒。大爷买什么林氏啊？这可是县城最大万福厂出的新酒，精包装只要5块，林渊的小作坊卖15，这不是抢钱吗？喝这个。渊子，来拉酒的车少了一大半，老百姓图便宜全买万福了，2期厂房马上得停工。这就是工业化大生产，加了甜味剂和廉价香精的勾兑水，喝了第2天头能累开。可老百姓不懂啊，如果不降价，市场很快就会被抢光。降价就是自降身份，咱们搞空瓶换酒，拿杂牌空瓶加5块钱换咱们的正宗原浆。我要让老百姓亲自尝尝什么是好酒，什么是马尿。买酒得看成分，今天当场做实验，看看这5块钱1瓶的酒里装的是啥。这是工业香精和添加剂严重超标，喝多了伤肝伤肾伤眼睛。难怪喝了头温的厉害，这是祸害人啊！只要你手里有万福的空瓶子，加5块钱，这瓶非遗名录的纯粮酒带走。小畜生，断我的财路，我就让你没地儿住。去联系拆迁办的熟人，东谷村那片黄山不是要搞开发吗？咱们给他来个釜底抽薪。园子，种上果树，不出3年，咱们东谷村就是花果船。都停下！县里批文，后山划为化工园区，林氏作坊，年轻人限期拆除，推土机一过，你们1分钱拿不到。建化工口，那水要是污染了，全村都没活路了。这是生态保护区，你们这批文绝对有问题。林子豪，你知不知道这片荒山下面除了酒窖还有什么？苏老在这儿检测出了极高科研价值的天然益生菌群，他已经联合3位国家级院士，正式向省里申报了国家级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区。苏老，有人要把您的研究基地规划成化工园区。对，人在现场。拆迁办官微不小，要不你跟省农科院老院长沟通一下。谁给你们的胆子拆国家级科研支点？叫你们局长亲自跟我说话。撤，赶紧撤！青竹，咱们的步子可以迈得更快了。不仅是酿酒，咱们要让这东谷村成为世界瞩目的农业奇迹。渊子，工对公账户流水突破8000万了，县农行行长亲自打电话，想批一笔低息贷款给咱们。不借，有多大锅下多少米，用自己的钱干活，心里踏实。
青竹，生鲜保质期短，省城大超市要求采摘后24小时必须入库。咱们县有这个运力的车队不多。县里最大的货运老板周大彪垄断了全县80%冷链车，他给的标价比市场价高了1整倍。他说我们的有机果卖得贵，理应分他1杯羹。他还放话，如果不用他的车队，县里没1辆车敢接我们的单。这世上永远不缺想把手伸进别人兜里抢钱的人。走，去会会这位周老板，看看他的车轮子是不是金子做的。哎呀，林大厂长、苏支书，稀客啊，坐吧，正忙着调度呢，咱们长话短说。周老板，东谷村300吨有机苹果急发省城，你报的价格超出市场太多，降回市场价，这单交给你。互相扶持，哈哈。林老板，你的苹果在省城能卖3、4块，我多收点运费怎么了？就当给兄弟们喝口汤。利润是老百姓起早贪黑换来的，你这是趁火打劫，扰乱市场，不合规。规矩在这儿，我的话就是规矩。没有我的冷链车，你那300吨金苹果只能烂在泥地里喂猪。今天就这1倍价，明天来就是1倍半。做生意讲究细水长流，你想一口吃成胖子，小心把胃撑破了。少废话，拿钱上车，没钱走人。好，青竹，走。装大尾巴狼，等苹果烂了，老子看你拿多少钱来求我。林源，300吨苹果等不起，实在不行，我去市里找领导协调运力。靠别人协调，永远被卡脖子。既然县里物流不通，那咱们就自己造一条路出来。老板，东谷村一点动静没有，别的车队也不敢接，我看他们是强弩之末了。下午林渊就得提着现金来求您。哼，跟我斗，我让他往东，他不敢往西。告诉底下司机，林渊来了就说车辆紧张，运费再给我往上提2成。保持车距，匀速前进，直接开赴东谷村1号恒温库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林渊哪来这么多新车？这得多少钱啊？周大彪还不知道吧？林渊昨天直接带着2000万全款现金，把省城濒临破产的国营汽车厂库存全包了。人家现在有自己的物流公司了，2000万全款现金。周大彪只觉得眼前一阵发黑，双腿一软，直接瘫靠在了物流园的大铁门上。想卡我的脖子，在绝对的资本面前，我连桌子一起掀了。更让周大彪绝望的还在后头。3天后，林氏生态物流不仅极其高效地完成了自家300吨苹果的运输，将最新鲜的果子送到了省城各大超市的货架上。林氏物流对全县农户敞开，运费低于市场价1成，绝不加价。林老板原意，周大彪随意涨价。林氏物流价格真公道。短短1个月的时间，大彪物流园变得门可伦雀。曾经停满院子的货车，现在只能停在原地生锈。而周大彪为了买车欠下的巨额银行贷款，像一座大山一样压得他喘不过气来。林渊，来者不善，沿海最大的食品饮料合资巨头海富集团正式进军咱们省了。他们不用粮食，全用最低廉的食用酒精加国外复合香精购兑，成本压到极限，正以恐怖的低价补贴疯狂抢占咱们的乡镇市场。劣币驱逐良币，这是想用资本的厚度，把咱们老老实实做纯江手艺的人活活耗死。你就是林渊吧？海富集团陈耀祖。1000万全资收购你东谷林氏的商标和那口古窖，这穷乡僻壤的，1000万够你们全村去城里舒舒服服过下半辈子了。收购商标，那配方和工艺呢？哈哈哈哈哈！工艺，哈哈哈！都什么年代了，谁还管发酵？我们要的只是林氏古法4个字印在包装上，
老百姓喝不出好赖，便宜就行。你们这是挂羊头卖狗肉，这是在毁林氏的招牌，欺骗消费者。我今天是来下最后通牒的，不卖，下个月海富就启动灭农计划，勾兑酒降到比水还便宜。你一个月产几万斤的小作坊，拿什么跟我一几十万吨的流水线拼？不卖就等破产清算。你想打价格战？好啊，那就睁大眼睛看看，是你冷冰冰的流水线硬，还是我们这片土地上千千万万个老百姓的骨头硬？送客！敬酒不吃吃罚酒，不出半年，我要让你跪着求我收购。陈耀祖并不是在放空话，就在他离开后的第2个星期，海富集团的资本大棒狠狠地砸了下来。他们并没有直接在销售终端和林氏拼价格，而是使出了一招极其狠辣的断粮计。海富集团利用雄厚的资金，在全省范围内大肆抬高红高压的收购底价，甚至跑到林氏合作社的周边乡镇，以高出林渊2成的价格疯狂抢粮。渊子，风水县的种粮大户说，海富拿着现金去地头收了，咱们不涨价，明年就不卖给咱们了。海富不懂，农民不怕少赚几毛，怕的是粮食卖不出去烂在地里。青竹备车，咱们去全省最穷的三阳县和大丰县。乡亲们，我不是来当黑心粮贩子的，我是来给大家送铁饭碗的。只要按林氏标准种地，不用违禁农药，免费发粮种，免费派技术员，签10年包收合同，无论市场怎么跌，保底让每亩地多赚300块。厂子赚钱了，全村按比例分红。林厂长，那些大老板恨不得榨干我们的骨髓，你给这么好的条件，图啥呀？我图的是一条干干净净、谁也掐不断的粮食供应链。我也是农民的儿子，只有大家伙的腰包鼓了，我的酒厂才能真正活下去。我用最质朴的利益共同体模式，彻底点燃了贫困县农民的希望。短短半个月的时间，我和苏青云走遍了全省最偏远的5个贫困县，签下了整整30万亩的定点高粱种植基地协议。少拿着头疼的马尿糊弄人，要喝就咱们林氏的纯粮酒，那是咱们自己种来的粮食，干净放心。怎么会这样？那个泥腿子凭什么能拉拢那么多泥腿子给他卖命？宁波品杰出贡献奖，东谷林氏农业生态集团，有请林渊上台领奖。曾经那个套不出彩礼被推混的泥退子，此刻穿着一身笔挺的中山装，走上领奖台，双手接过了那枚金质传章。我林渊就是一个酿酒的手艺人，一个中底的农民。这枚奖战不属于我，它属于东谷村的老焦，属于黄土地上计时完的农民兄弟。只要我们的根还扎在土里，只要我们的心还装着老百姓的饭碗，咱们中国人的饭碗，咱们中国人的酒杯，就永远轮不到外人来指手画脚。